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每天的餐桌上，哥哥总是享用香喷喷的米饭，配上美味的鸡腿，而我却只能以稀粥和几片枯黄的菜叶果腹。哥哥每逢新年总能穿上崭新的衣物，而我却只能捡拾妈妈从街边拾回的旧衣物。家中琐事如洗衣、做饭、饲养家禽都由我承担，而哥哥却只需逍遥地看电视，就能得到妈妈的赞许。我内心充满不平，为何我所有的辛劳都换不来妈妈的一句夸奖？邻家的大姐姐曾告诉我，只要学业优秀，她的母亲就会对她赞不绝口，待遇与她的兄长无异。我深信，天下的母亲心都是相同的，只要我学业有成，定能得到妈妈的赞许。为了这个目标，我牺牲了所有闲暇，甚至不惜利用每一分每一秒，包括那些本应用于休息的时间，全都投入到了学习上。那年严冬，期末考试后，我名列榜首，欣喜若狂地奔回家，急于将这个喜讯告诉妈妈。我幻想着她会温暖地抚摸我的头，自豪地说：“妍妍，你真的太棒了。”然而，当我踏入家门，妈妈却迎面给了我一记耳光。哥哥在一旁啜泣，妈妈面色铁青，她指着我的鼻子怒斥：“沈岩，你怎么可以考得比你哥哥好？你看你哥哥多伤心，赶快向他道歉。”我坚决拒绝，结果遭到了妈妈的毒打，被丢进猪圈。饥寒交迫中，我甚至与猪争食。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无论我如何努力，妈妈的心里永远只有哥哥。那个晚上，我独自躺在床上，无人问津，伤口的痛和心灵的伤一同折磨着我。能稍稍动弹后，我又开始了无休止的家务劳作，照顾孩子，做家务，一刻不停。日子一长，嫂子开始嫌弃我总待在家里，她不解地说：“哪有孩子整天不出门玩耍的？”于是我被迫走出家门，但我的脸已经残破不堪，即便戴上口罩，也会吓到路人。孩子们更是尖叫着逃离。这样的遭遇反复上演，我的心灵再也无法承受。最终，我绝望地握住了妈妈的菜刀，结束了这悲惨的一生。更可悲的是，我离世之后，我的灵魂并未消散。我无力地目睹了我哥和嫂子清点着钞票，而有人将我的器官一一取走。母亲站在一旁，泪水滴落。我曾以为我的逝去能唤起他对我的一丝愧疚，但未曾料到，他下一秒竟对着我冷去的躯体狠狠地甩了几个耳光。沈岩，你真是狼心狗肺！女孩子生来就应为家中的男儿奉献，为何你偏要与众不同？我意识到，即便死去，也是我的不是，因此我义无反顾地躺进火化炉，任由火焰吞噬我的肉身与游荡的灵魂。就让这火焰将我连同我的灵魂一并燃尽吧。如此，我便再也不会招致你的憎恶了，我的母亲。然而，我并未如愿归于虚无。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惊讶地发现自己竟回到了嫂子刚刚分娩后的第1个月。死丫头，你是要累死我吗？你那2个小侄子整晚哭闹，你怎么能忍心全丢给我？母亲在电话那头怒吼着，每个字都透露出疲惫与愤怒。我一晚上要起来3次冲奶粉，花费4个小时哄他们入睡，然后早上6点就得起床给你嫂子准备营养餐。整整1个月了，我没能睡过一个安稳觉。你能不能有点良心，回来自己带孩子？电话中母亲的咆哮让我浑身颤抖。前世，从嫂子怀孕开始，
母亲就不断催促我回家帮忙带孩子。我辛辛苦苦怀胎10月生下你，就是为了让你为家里的兄弟们服务。带孩子本来就是你的命，妍妍，你得认命。明知女孩子读书没用，家里还供你上学这么多年，现在是时候回报家里了。的确，他赋予了我生命，但从未真正尽过一个母亲的责任，更别提努力供我上学的付出了。从3岁起，我不仅要操持家务、干农活，还得每天上交5块钱给他，否则连最基本的饭菜都难以保障。这样的日子，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狂风暴雨，都不曾间断。4岁那年的雪真的很大，我捡废品直到深夜，才攒够5块钱回家，浑身湿透，冷得直哆嗦。可家里连口热饭都没有，母亲接过那冻得硬邦邦的5块钱，冷漠地回了被窝，抱怨我晚归打扰了她的美梦。那晚我烧得迷迷糊糊，听到母亲冷漠地说：“一个女孩没必要治，死了就埋了便是。若非好心的张大爷及时发现，给我喂了退烧药，我的命运可能就此终结。更别提后来的学费了。母亲宁愿为哥哥买无尽的玩具，却不愿为我的教育投入分文。我从不相信命，从4岁那年起，我就已经把自己的命握在了手中，所以每次他的要求，我都坚决拒绝。但我没想到，他会和哥哥跨越千里，到学校来逼我回家。一见面，母亲便疯狂地扯我的头发，扇我耳光，哥哥则拿着喇叭循环播放着母亲对我的责骂，让围观的同学都记住我这张脸，都看看这张脸。她叫沈岩，别靠近她，她是个社会败类。妈妈把她养大，她却忘恩负义，连家都不回，不要求她的钱，不要求她干活，就想让她回家看看，怎么就这么难？在众人异样的目光中，我渴望辩解，但他们不给我机会。我想去告诉每一个人，真正的毒瘤是他们的重男轻女思想，而不是我。我不是不回家，我只是想在变得更强、更优秀之后再回去，优秀到可以无视母亲的偏见。但在母亲的巴掌和责骂下，我的解释显得如此无力。他们甚至跑到辅导员那里控诉我是个不孝女，连母亲生病都不回家看望。就这样，不到半天的时间，我成了全校的众矢之的。我深深敬仰的导师对我的考研申请嗤之以鼻，我在奶茶店的辛勤工作也遭到了解雇，甚至我的挚友也离我而去。我曾为之奋斗的一切，我曾看到的未来曙光，被我的亲生母亲和兄长毫不留情地摧毁。泪水如泉涌，却无法改变我被迫跟随他们回到那个落后的小镇。我曾想在这个新年之际找到解决问题的契机，但做梦也没想到，这次归乡竟成了我被迫自我了断的导火索。于是，我挺直腰板，露出深不可测的笑容，轻声说道：“妈妈，是我做得不够好，怎么能让您如此操劳？我会尽快请假，回去帮哥哥照看孩子。您放心，我会全心全意地照顾他，让他健康成长。既然他们选择成为黑暗中的魔鬼，那我也将以恶魔的姿态回应。毕竟，只有以恶制恶，才是我的生存之道。”刚踏进家门，嫂子就迫不及待地将孩子塞给我：“你可算回来了，我和姐妹们约好了要去看场电影，孩子就托付给你了。”我正准备开口，却见母亲忙不迭地点头应承：“欣欣，你快去吧，电影票贵吗？钱不够就找妍妍要。”话音未落，哥哥便一把夺过我的手机，满脸不屑，问他干什么？他的东西哪个不是家里的？想要钱自己转就是。上一世
沈少军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转走了我手机里的8000块钱，给了嫂子。他们双双对对，快活地玩了一整天，满载而归。汉堡、炸鸡、奶茶应有尽有，舒适地窝在沙发里看电视，享受美食，而我却只能蜷缩在冰冷的厨房里，吃着变质的冷饭。那一夜，孩子哭了，我因为腹泻晚了些泡奶，沈少军就怒气冲冲地冲进来，把我打得面目全非。母亲见状，不但不加以阻止，反而叫好：“打得好，你妹就该这样教训。”嫂子则事不关己地继续看电视。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他们得逞。果然，沈少军刚在手机上点了几下，就把手机扔回了给我。怎么回事？竟然1分钱都没有！当然是我提前把钱都花了，但我却委屈到的解释。我都跟妈说了，最近课程比较紧张，没机会赚钱，让她再忍忍，等我多赚点钱，给你跟嫂子再回来。她却说替你们带娃带得辛苦死了，一定要我立马回来。嫂子立马瞪着我妈，冷哼一声：“什么替我们带娃？妈，那可是你们老沈家的孙子。”我哥也皱了皱眉，责怪道：“妈，这就是您不对了。您带娃再累，也得让妍妍把钱赚了再回来呀。现在好了，我和欣欣没钱花了。再说，带自己的孙子哪会累？您就是矫情。”我妈很想臭骂我一顿，但在怒气的儿子和儿媳面前，只能选择先解释。她规着脸陪笑：“妈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呢？我爱2个，妍妍呢？你要再不回来，你妈就要被你2个侄子折腾死了。你哥和你嫂子只知道出去逍遥快活，根本不管啊！你得救救妈呀！”这段录音是我在回来的路上清理手机时发现的。之前花了那么多精力应付他的电话，现在总算成为瓦解他们关系的利器。我妈脸色变了又变，抬起手就想打我，没想到嫂子的动作更快，啪的一声甩了我妈一巴掌，吼道：“死老太婆，别忘了我怀孕之前你是怎么说的？你说不会让我带1天孩子，怎么现在反悔了？我可告诉你王翠花，我不是沈岩，想骑到我头上来，除非我死。”说着又对着我哥红了眼眶：“你就这么看着你妈欺负我？你不爱我了是吗？我这就走。”他话还没说完，我哥也甩了我妈一巴掌：“死老太婆，嘴巴怎么那么臭？你再不好好待欣欣，看我不打死你！”然后拉起嫂子的手放在胸口，信誓旦旦：“老婆，我怎么能让你走？要走也是我妈走。”王翠花失魂落魄地看着我哥，眼中有委屈，有不甘，最终什么都没说，偷偷躲进了房间。可真是天下第一的好妈妈，被自己宠了这么多年的儿子打、驱赶，这都能忍住。不过你能忍，不代表别的女人也能忍。很快我就会让你体会什么叫生不如死。当天我就全面接管了2个孩子。按照前世的记忆，我把婴儿床、奶粉、尿不湿，所有孩子的东西都搬到了我房间，每天乐呵呵的给孩子飞机报、做排气操、做抚触，给他们听英语、听古诗。孩子们不哭不闹，被我带得又白又胖。嫂子看我的眼神也多了一丝笑意，毕竟哪个妈妈会讨厌真心对自己孩子好的人？于是每当他来看孩子的时候，我都会说一些孩子有趣的瞬间，他听得开心，话匣子也打开了。他跟我说，我哥今年没赚到钱，过年只给他5000。我随口回道：“啊，怎么会？我妈妈昨天还跟我说，我哥给了他5万打牌。”然后害怕地捂住了嘴，装作不小心说漏了的样子。前世那5万块钱，是我妈以我不给钱就不肯带孩子的名义问我哥要来的。
我嫂子发现后，把所有的怒气发到了我身上，于是一气之下骂了瓶硫酸回来威胁我。没想到我妈为了自证清白，竟主动拿起硫酸泼向了我。那么重来一世，我当然要主动交代清楚钱的来路。在嫂子凝重的目光下，我犹犹豫豫地开口：嫂子，你看，我是真的很喜欢2个侄子，也非常愿意留下来带他们。但你知道我妈的，不仅不想带娃，还想着出去打麻将。她就借口我一定要回学校上课赚钱的原因，逼着我哥给了。你也别怪我哥，他只是太爱你了，不想让你太辛苦，自己带娃才给的。说白了，还是我妈的错。哪有婆婆不带娃，天天打麻将的？我妈从前就爱打麻将，家里的活都是丢给我干。嫂子进门后，我又上了大学，她收敛了很多。可现在我回来了，家里的一切都大包大揽了，她的麻将瘾又发作了。前几天，嫂子看到我妈一整天都不在家，脸色就不好看了。现在知道钱的事，更是气得立马冲了出去。我知道她这是去买硫酸了。果然，她回来的时候怀里藏着一个东西，我装作没发现，一门心思地逗孩子。不到半夜，我妈房间就传来了让我满意的尖叫声。我慢吞吞地穿好衣服走了出去，皮肉烧焦的味道在空气中蔓延。房间里，我妈躺在地上打滚，而那硫酸的空瓶正被我哥紧紧地握着，所以是他最爱的儿子亲自动的手。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爽快极了。嫂子看到我进来，冷笑道：沈岩，只有毁容了，你妈才会老实。你要报警你就报吧，反正是他儿子动的手，我无所谓。前世有人劝我报警，我妈是怎么说的？让我想想。她说家里就4个人，3个人都说他自己弄的，警察会信他吗？所以现在我终于可以还给他。嫂子说笑了，那可是我亲哥，我怎么能报警呢？家里就4个人，我们3个人都说他自己弄的，警察会信他吗？再说了，报警有用吗？报警能让你们所有人都遭报应吗？既然不能，那就只能我自己来。为了让嫂子和我哥相信我不会报警，转身回了房间，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止痛药和消炎药，先给他吃点药吧，免得他被疼死了，到时候真的麻烦了。上辈子我躺在床上，他们不肯送我去医院，又不想让我死，就给我喂了这2种药。既然我没有死，那王翠花肯定也不会。嫂子点头道：不愧是大学生，想的就是周到，你去给他喂。我顿时瑟缩了身子，拒绝道：别呀，嫂子，他那样子太可怕了，我不敢。嫂子嗤笑了一声，抢过2盒药，扔给了我哥。你妈对你这么好，还是你去。我哥把头摇成了拨浪鼓，但碍于嫂子的逼迫，还是蹲下去掰开了王翠花的嘴。可瞬间血液就流满了他的整个手，肮脏又恶心。沈少军气得一拳打在了王翠花的肚子上。都那么丑了，就不能老实吃药吗？你就是活该，竟然连我都骗。要不是欣欣说你还有点用处，我早就把你丢到山上随便埋了。果然是王翠花宠出来的好儿子，连说出来的话一模一样的无情无义。王翠花颤抖地伸出双手，指着沈少军，用从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哭泣道：我是你妈。沈少军猛地后退了几步，用手嫌弃地扇了扇面前的空气，嫌弃道：死老太婆，真是脏死了。说完拉着嫂子就走。老婆快走，再留在这里我怕你会吐。听到这里，王翠花悲伤地大哭了起来。所以是他亲妈又怎么样？他只想对他老婆好，就像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却只想对你儿子好一样。
不被爱的那个永远只能做垃圾，随时准备着被扔掉。可王翠花的哭喊声终是引来了邻居。咚咚咚，咚咚咚，妍妍，怎么了？是不是你妈和你哥又打你了？原来是隔壁的张大爷，竟以为是我又受欺负了，来给我撑腰了。前世确实如此，这个家挨打的永远是我。王翠花打麻将输了打我，沈少军在外面被人欺负了回来，在我身上出气。张大爷不知道因此过来家里多少回，就连我被泼硫酸那天，雪下的那么大，他也赶了过来。可是张大爷终是年纪大了，比不过沈少军的年轻力壮。他想进门看我，却被沈少军推搡了几下，摔倒在地。他的儿女赶过来带他去医院，却反被王翠花指责多管闲事。因此张大爷被儿女带走，再也没回来过。那么重来一世，我快速地打开门，对于恩人般的张大爷，我选择如实相告：爷爷，不是我，是我妈。我哥气我妈骗他钱去打麻将，泼了他硫酸。闻言，张大爷愣了很久，才笑着小声安慰我：不是你就好，别人的事我可管不了，我回去了。孩子，你要顾好自己，有机会还是要回去上学。你那么优秀，可别糊涂，被这一家子拖住了。我点头道：放心吧，爷爷，我再也不会了。我会保护好自己，也会把我受到的伤害一件一件都还给他们。送走张大爷，孩子又醒了，他们还小，半夜醒来要喝奶是常事。我无暇再管躺在地上的王琴花，快步走回房间。嫂子走出来拦住了我，戏谑道：没想到你还蛮有本事的嘛，这张老头这么难弄，被你几句话就打发走了。我笑笑，我只是跟他说是我妈自己弄的。你也知道，我妈这人在外面口碑本来就不怎么样，没人会愿意相信她的。再说了，只有你跟我哥好，我以后才有靠山。我不帮你们，还能帮谁？嫂子看了我一眼，冷哼道：还算你识相，宝宝哭得那么大声，定是饿了，你快去给他们喂奶吧。说着转身回了房间。我知道嫂子这次是真的信我心甘情愿地做这个家的垫脚石。可是我又不是头脑白痴，怎么可能会心甘情愿？我妈在床上躺了半个月，脸上开始慢慢结痂。这段时间她始终不敢看镜子，碰到我哥嫂更是瑟瑟发抖。她再也没有往日的嚣张，我安排她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她就算现在再装老实也没用，该发生的事还是会发生。债主上门来要债了，那5万块钱根本不是沈少军赚的，他好吃懒做，上班的公司早就把他辞了。那钱是问高利贷借的，可现在一半的钱已经被王翠花打麻将输了，一半的钱被嫂子买奢侈品消费掉了。逼债的人凶神恶煞，反手就给了沈少军一拳，恐吓道：要是不给钱，就废了沈少军的手。嫂子害怕的大气不敢喘，王翠花更是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前世这笔钱是卖了我的器官才填上的，但这次我大胆地走出去，跟他们协商，最后嫂子和王翠花交出了身上所有的现金以及保险箱里所有的金银首饰，这些人才勉强离开了。他们一走，嫂子就开始寻死觅活，这日子可怎么过哦？杀千刀的沈少军，你把我的首饰都还给我，不然我跟你没完。我哥哭丧着脸，说出男人最不负责任的一句话：事情都发生了，你让我怎么办？要不让沈岩出去赚钱吧，他4岁就会赚钱，现在学习那么好，一定能很快把你那些首饰赚回来，这可正合我意。毕竟我不出去，怎么能让他们狗咬狗呢？于是我委屈的点头：嫂子放心，
给我1年时间，我一定会加倍给你赚回来。”王翠花一听，也立马赞同道：“是啊，家里养了他这么久，也是该他去赚钱还我们的时候了。我的那个金镯子，可是我攒了好久的钱才买的，今年一定要再给我买个。”嫂子还是犹豫，可是妍妍一走，宝宝就没人带了。我哥立马指向王翠花：“我妈干什么吃的？妍妍能带，她也能带。放心，我绝不会让我老婆辛苦一下。”男人总是一边深情一边绝情，看着我妈吃了苍蝇一样的表情，我的心里止不住的畅快。当天晚上收拾好行李，踏上了奔赴学校的高铁。上辈子到死都没走成，终于在这辈子实现了。半年后，跟我关系比较好的一个大学同学发了一个视频给我，他说：“妍妍，你那恶心的哥嫂来找你了，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合力把他们赶走。”视频中，一群人合力把一对男女轰出了校门。那对男女想继续往里面冲，却被吐了一口又一口的唾沫，肮脏又可怜。他们冲着人群大喊：“沈妍躲哪里去了？她是我妹，就该要赚钱给我花的。”可心怀正义的学生哪受得了这种荒谬的言论？哇靠！你们是从清朝穿越过来的吗？怎么到现在还有这种女孩子必须要为家里赚钱的说法？我看是他们自己不要脸，好吃懒做，就想趴在妹妹背上吸血。是啊，妍妍不是早就说了吗？他妈非常重男轻女，估计是被他养废了。他们还想狡辩，却被赶来的警察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抓了进去。沈少君和安心怎么都不会想到，在我回家之前，我就在学校的论坛发了一篇帖子，里面记录了从小到大我妈对我的虐待，以及对我哥的宠爱。上辈子王翠花和沈少君来学校找我，反诬我是白眼狼，不孝顺父母。那么这辈子我就提早让我身边的人都知道他们的真面目。文章的最后，我不仅上传了我妈逼我回家的录音，还把他们3人的照片都上传了上去。后来回到家里，我也会乘机更新那篇帖子。我从不诉苦，只是告诉他们孩子一天要喝多少奶，半夜要醒几次，嫂子和哥今天去哪里买酒了，王翠花今天打牌又输了多少钱。久而久之，网上的愤怒越来越深，以至于沈少君和安心一到学校就被认了出来，还没开口就被群起而攻之。而我早在他们让我离开家去给他们赚买金首饰的那天就拉黑了他们，飞往国外。学校有个出国交换的名额，因为论坛帖子的关系，他们推荐了我，说是推荐，其实是让我远远地躲开那些的人渣。我没有拒绝，第一，因为我确实需要这个机会；第二，我相信我定会比别人更加珍惜这个机会。这半年里，我边打工边上学，用心做好每件事，很快就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表扬。学校和同学都以我为荣，跟前世比起来，真是截然不同。反观沈少君和嫂子，听说他们在局子里蹲了1个星期才被放出来。他们回到家里，迎接他们的不是温暖的怀抱，而是来自王翠花的怒火。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被警察抓走？王翠花愤怒地质问道，脸上是遮掩不住的嫌弃与不悦。沈少君和安心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尴尬与无奈。他们知道这次的事情无法简单解释，也无法得到母亲的理解。妈，我们只是想去找沈妍，让她给家里赚点钱。沈少君试图解释，但话语中透露出的无力与挫败感让人无法信服。赚钱？你们怎么不去赚？为什么要依赖沈妍？她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人了，
你们还不明白吗？王翠花的话语如刀割般尖锐，直刺两人的心脏。安心终于忍受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妈，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了。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吗？我们已经被逼到了绝境。王翠花看着儿媳哭泣，心中的怒火稍微平息了一些，但仍然冷硬地说道：那你们也不能去找沈岩的麻烦，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人了。沈少君无力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抱头。那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事情了，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在这个小镇上待下去？王翠花也陷入了沉思，她知道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已经走投无路了。她深吸一口气，决定还是要帮助他们。好吧，我会想办法帮你们筹点钱，但是你们必须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许去找沈岩的麻烦。沈少君和安心听到母亲愿意帮助他们，都露出了感激的神情。他们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必须好好珍惜。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沈岩已经在国外开始了新的生活，远离了曾经的家庭纷争和矛盾。他在异国他乡努力学习、工作，逐渐崭露头角。而王翠花为了筹集资金，帮助儿子和儿媳渡过难关，不得不再次踏上麻将桌。然而这次他没有那么好运了，输得一塌糊涂，最后甚至连自己的老本都赔了进去，还欠下了一大笔债务。沈少君和安心得知这个消息后如梦初醒，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再依赖母亲了。为了还清债务和重新开始生活，他们不得不放下身段去找工作，去打拼。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深刻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他们开始明白沈岩当初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家，为什么要努力学习和工作。安心找到了一个销售的工作，而沈少君则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当起了小工。两人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着，希望能够早日还清债务，并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打拼后，两人逐渐走出了困境，并还清了债务。他们也开始学会珍惜生活，珍惜彼此之间的感情，并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虽然不富裕，但却充满了温馨和幸福。沈少君更是改过自新，努力上进，让安心看到了未来的希望。而远在海外的沈岩也听到了家里的情况，虽然他已经决定与过去割裂，但还是忍不住关心。他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默默地给予了一些帮助。时间荏苒，几年后，沈岩带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回到了祖国，成为了一名杰出的专业人士。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决定回到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当他再次踏入家门时，看到了已经焕然一新的家庭环境和家人们脸上的笑容时，感到无比欣慰。他知道他们已经走出了过去的阴影，并开始了新的生活，而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真正的归属感和价值所在。沈岩与家人的重逢是温馨而感人的场面，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泪水交织着欢笑与感动。过去的种种不愉快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无踪了。从此以后，他们一起携手共进，相互扶持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在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着。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深刻体会到了家庭、亲情和爱情的真谛所在，不是索取，而是付出；不是计较，而是包容；不是逃避，而是面对并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收获幸福与快乐。最终，沈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为家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并带领着家人们一起走向了更加美好的未来。而他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幸福所在，与家人们共同创造美好的回忆，并一起分享生活的点滴快乐。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